好，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在 SketchUp 里面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做外挂程式哈。那因为有很多的功能呢，SketchUp 的这些是会很麻烦制作，比如说我们要做倒角啦，或做圆弧形这些事情呢，在老师之前其实有教过，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面啊都必须要把它变成圆弧，然后抓1/4圆上来，然后再让它变圆弧，所以非常的麻烦。那 SketchUp 他们就提了很多的外挂程式哈，让大家可以下载，然后去改善这件事情。那外挂程式呢，可以从哪边下载呢？它可以从我们的视窗，在我们的这边有一个叫做扩充程式管理器，好，从这边去管理你有多少的一个外挂程式。那如果你是一刚开始进来，它是没有任何的外挂程式哈，它大概就是这几个。那沙盒工具其实就是一个外挂程式进来，让我们在建模上面会还不错用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可以呢，如果你有外挂程式下载下来的档案，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安装的动作。那如果没有任何的安装程式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视窗 Extension Warehouse。3D Warehouse 是物件的一个大仓库嘛，哈。那我们这边的 Extension Warehouse 呢，就是所有的外挂程式的一个仓库。那进来这边呢，它必须要先做登录的动作，哈。那老师刚刚已经做了登录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就跳过登录，哈。那你们自己可以去先做登录。那登录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外挂程式是可以让大家有些是免费，有些是要费用的哈。我们就做几个来试试看哈。那因为外挂程式很多，那老师这边没有太琢磨在这一块，所以我们就大概先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常用的哈，就是平滑的这个工具。那平滑这个工具呢，它其实也有很多的外挂的方式哈。那我们先教第一个叫做 SubD。的这个外挂程式，那 SubD 你可以在这边打 SubD 哈，那这边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哈，那就是看你的版本是哪一个，你就可以去看去做设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ubD 呢，它是 free 的哈，它不用费用的，我们就可以点进来。那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它的version 它的版本。那它是2015年就已经试出来的哈，目前是不用费用的。然后它可以做很多的圆形的动作哈，或做倒角。那这边有一个 install，我们就按下去。那这边呢，它就是会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它的动作会直接存去你电脑上面的档案系统。然后他说你这样是不是 OK？那我们就按是。那按了是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进行安装哈。然后当它安装完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 SketchUp 里面呢，它就会有一个 SubD 的这样的一个程式出来哈。好，我们就可以把Extension Warehouse 把它关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xtension Warehouse 帮我们下载的 SubD 呢，它做些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 SubD 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倒角，然后倒角可以做修正，然后也可以把呃它的边线变比较多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示范。好，安装完之后呢，现在假设我们有两个物件哈，那这两个物件呢，它都已经变成是一个群组了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它要怎么样才能利用这个 SubD 来做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这边有一个叫做细分模式开跟关这个动作呢，来去执行它要不要做圆滑哈，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按下去。那当它按下去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哎，我们的模型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了哈，它就是直接帮我们做一个 SubD 的动作。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SubD 呢，它是会直接将你的物件呢直接做圆滑，但是因为它这边的线它是很粗的，分的这几个哈，所以它看起来就是这么的粗糙的结果哈。好，那如果你不要的话，我们再按一下，它就是关，再回到这个动作。那你可以看到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在我们的面上面产生很多的分隔线。好，好，这是我们原来的样子。好，那麻烦同学先把这个 SubD 下载下来，然后试着安装看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Sub D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哈。我们做一个小的正方形50×50，把它往上堆高50。我们要做这个 Sub D 的时候呢，记得我们的方块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群组，透过群组的方式呢，把这个细分做打开的动作。打开完之后呢，它现在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形状。那这是初分，好，就是它刚刚开始先稍微帮你做一个比较圆滑的动作。如果你想要让它变得比较圆滑的话呢，我们可以按旁边这个提高细分级别，多按几次，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好，第四次。当它按到第四次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的一个圆滑程度呢就已经可以达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了。那再来，如果你觉得想要让它降低圆滑的程度的话，旁边有一个降低细分级别，我们就可以用减的把它减回来。那我们在减跟加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几何图形哈，我们用检视隐藏的几何图形，我们去细看它的一个细节的部分哈，我们可以提高、提高、提高，好，这是最精细的一个状况哈，你会看到它很多的 polygon。我们说过，polygon 基本上对游戏呀，或者是对你在建模的时候、踩线的时候不是呃太好哈，因为它太多的 polygon，它很细，但是游戏可能就会比较 lag 一点哈，所以我们就是不需要到这么的细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隐藏几何图形先拿掉。那再来呢，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是这个折边工具。这个折边工具呢，它是可以让我们做一些角交的一个变化哈。比如说我们折边工具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头，我们就可以点它。点它之后呢，表示我们要针对这个角呢做一个折边的动作，我们可以用拉，在这个箭头的旁边做一个加减的动作，好，往上往下拉，做一个拉角的动作。那这个呢，它可以同时针对很多的哈，所以我们就是点一下，Shift 按着再点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好，所以我们现在点到了4个角啊，这边多了一个线哈，把这个线拿掉。好，4个角同时我们让它往上拉，往上拉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小精灵的一个图形哈，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拉角的方式呢，来去调整它的锐利角的程度。那这个呢，也可以同时针对我们的面来做哈，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然后它就是会针对整个面的部分哈，然后针对面的部分，我们一样在角角的部分选择角，然后在我们的线哦，不好意思，我们要选到线哈，就是这边的线呢，要同时选起来。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边，同时去做一个处理的动作，也就是它可以同时针对角或者是边来去做一个平滑的程度的改变。好，那如果是针对这个面，折角，好，所以这样的一个1/4圆的一个圆角，基本上就是可以很快的去做出来。那再来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哈，就是使用四边面向拉的工具哈。我们先做一个往上 P，那通常我们都会做这样。好，假设现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logo，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用这种推拉的工具来做，跟用这种推拉工具来做，它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所以，比如说我们一样是使用我们的，那这边我们是使用这个的推拉工具。
好，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基本上是类似的一个形状哈，但是呢，一个是使用我们一般的推拉工具去做的，那这个呢是使用我们这边的推拉工具去使用。那这个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往后移动一下，这边有一个剖面工具，先让大家看一下哈，它剖完面之后呢，它会长什么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剖面之后呢，这个是推拉工具，它推上来，它推上来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面挡在这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每推上来一个就会有一个面出现在这里。但是如果是用这个推拉工具呢，它中间是不会有任何的线或面阻挡的哈。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把这个拿掉。好，我们把这个做群组。好，我们一样把这两个做一个细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两个的结果哈，因为它这边会有一个面，所以它中间就会卡了这样的一个面在这里。那这里也是，但是因为这个是没有面的哈，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一个造型，所以就看你想要哪一种造型，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推拉的一个方式。好，这边稍等大家一下，好，给大家试试看。好，接着我们要利用我们刚刚的这些功能哈，来做一个苹果啊，类似像苹果的东西。来，首先呢，我们就用一个 rectangle，啊50×50，然后我们往上推，然后因为苹果的这边会比较胖一点哈，所以我们在这个面的部分呢，做一个放大，Ctrl 放大一下。放大之后呢，我们这边再往上推，大概这个地方，再往内做缩的动作。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外面的形状。那再来就是我们苹果要往内缩嘛，所以我们就F 制造出一个往内的缩口。好，这边就 push pull 往下缩。那为了让它的高低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这边稍微往上拉，然后下面就让它往下陷一点。好，大概是这样的造型哈。OK 了之后呢，我们把它选起来，然后呢，利用我们的群组。群组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细分，然后再让它稍微圆滑一点。好，这样子我们的一个苹果的造型大概就可以出来。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好像还不够高哈，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再往上拉高一点。这样会破面哈，所以我们可以这里再给它一个线。好，来试试看。好，这是造型有一点奇怪的苹果哈。好，我们可以利用这边再做一个调整的动作。哎呦，这边就不要让它有那个线哈，不然这样子它的线会太复杂。好，好，所以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苹果的造型。那当然你们也可以针对这个再去做一些微调跟调整，好，把内凹啊，或者是把它放大缩小。那麻烦做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给它上一下颜色。
好，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五啊，哎，绿色的吗？加二的嘞，很好。啊，这边给他一啊，个那你也面，加二加我，路径跟随，好，加二的嘞，反转表面，做一个群组 M 移动，什么颜色？好，这就是我的一个苹果的造型。好，麻烦请同学做出这个造型之后呢，把它绘出成2D 图形。然后这是我们第2个。回转，弯，换我。好，我们档案做绘出2D 图形。这是我们的苹果 Apple。还是做不了。这个不要在你。好，画面先切给大家。接着我们要用上礼拜教的沙箱工具，结合我们今天的 Sub D 来做一些事情哈。我们按右键找到我们的沙箱工具，打开来之后呢，在这里有一个从网格，我们利用从网格去建立我们的地形。在我们建立地形的时候呢，这里我们先找一下网格哈，建一个网格的一个间距。网格间距呢，我们这边设20 cm 哈，所以我们先打20 cm，20 cm，然后先画出我们的距离，然后再来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幅度哈。幅的部分我们只是用曲面拉伸的动作呢去做调整。现在的一个范围呢，现在是半径是5公分，所以我们要稍微改一下，让它变成是10公分。好，再一次，有点太小，我们放大一点，30 cm。好，稍微给它做一下50 cm 比较快一点哈。换我呀。因为我说家是变颜色变黄色，我只剩一张乌龙了，我当然是啊，再玩一次哦，我几点了呢？你们明天不用上课，要他们我要上班呢。他怎么了？他表情怎么那么奇怪？好，我们调完我们的造型之后，好，接着呢，因为它现在是凹凹凸凸的嘛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 Sub D，让它变成圆弧形一点的造型哈，所以这个就很适合拿来做窗帘啊，或者是拿来做棉被的造型哈。好，来，画面交给大家喽。